你是否常觉得身边的人总让你受伤、失望，仿佛每个微笑背后都隐藏着对你的否定？生活中，你或许曾无数次感受到父母、伴侣、子女或朋友的言行让你心生伤痛与失望，仿佛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止都在告诉你，你不值得被爱，不够重要。其实，这一切并非他们有意为之，而是你内心那根陈旧自我定义的反应。当你潜意识里坚持着我不被重视或我不够好这样的信念时，外界便会不断以各种方式重复这种现实。今天，我们将一起探讨如何从根本上重新定义自己，从而改变世界对你的回馈。这不仅仅是一段心灵的自我释放，更是一个从内而外逐步显化全新实相的过程。我们常常忽略一个事实，身边人的行为其实正是你对自己的认定在外在世界中的映射。你若相信自己不值得被爱，即使再温柔的话语也难以改变那根深蒂固的自我定义。比如，当父母严厉的叮嘱，伴侣偶尔的冷漠，朋友无心的调侃出现时，这些看似针对你的言行，其实是你内心信念的延伸与映现。了解这一点，便是转变的第一步。道德经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意思是，只有真正认识自己当下的状况，懂得适时收敛无谓的欲望，才能免除无休止的挫败感。这句话提醒我们，先接纳现实，再从内心开始重新定义自己，方能为未来奠定坚实基础。每天清晨，当第一缕晨光穿透窗帘，请试着给自己留下一段专属的宁静时光。在这段时间里，找一个不受打扰的角落，轻闭双眼，慢慢吸气，缓缓呼气，让心灵随住呼吸进入一种平静状态。此时，不妨拿起专用日记，把这刹那间所有细微的感受和流动的思绪都如实记录下来。你可以写下今晨感受到的温暖，内心忽然涌上的细微不安，甚至那不断重复的负面自语。这个习惯能帮助你逐步识别并理解那些曾默默限制你的旧有信念。道德经：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代表着水虽柔弱，却能以其包容渗透、长流不息的力量战胜最坚硬的阻碍。这句话在此告诉我们，以柔软且持续的内省去面对心中的恐惧与怀疑，便能逐步融化那些陈旧的自我定义，为显化新的现实打开通道。当你开始持续进行静心与记录后，下一步就是要将那些负面的自我认定逐步转化为正面的新定义。显化法则告诉我们，外在世界正是你内在认定的回响。如果你总在心底默念我不够好，我永远不被爱，那么现实就会不断印证这种认定。相反，当你开始改变这些潜藏的信念，用一种轻松且坚定的语气告诉自己我值得被爱，我拥有无限潜力时，你的内心将会逐步迎来改变，外在的回馈也会随之转变。举例来说，有一位朋友在感情中总感到被忽视，内心默认自己不被珍惜，直到他开始每晚在日记中详细记录自己受到伤害的情境，并试着分析那些情绪背后隐藏的自我定义，他才意识到这一切都是过去经验累积出来的负面认定。随后，他每天对着镜子坚定地说出我值得所有的爱，并反复练习这句话。最终，他发现不仅感情关系有了明显改善，连工作上的人际互动也变得更加和谐。道德经：时而盈之，不如其已。这是在说，当你过分追求或固守某种状态时，往往会使自己陷入失衡。意思是，适度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执念，让内心保持自然流动，才能真正促进转变。这句话提醒你，不要再让旧有的负面信念束缚你，而应该以轻松自然的态度迎接新的自我定义。为了使这一转化过程更加具体可行，以下提供几个实操步骤，帮助你逐步从内心重新定义自己。1. 每日静心冥想，固定每天的静心时间，如早晨起床后或睡前，找一个舒适安静的空间，闭上眼睛，专注于自己的呼吸。每一次深吸和缓吐都是与自我对话的时刻。冥想结束后，立即将所感所思记录在日记中，尤其注意那些浮现的负面信念。2. 内在定义的书写与转换，每次记录后，检视那些重复出现的自我否定语句，例如我不够好，我不被重视。为每一条负面信念，尝试写下对应的正面重构，比如我有独特的价值，我值得所有的爱与尊重。
每天早上或需要时，默念这些正面定义，直至内心感受到微妙的转变。建议每周抽出一段时间，回顾日记内容，分析负面信念的频率与来源，并评估正面认定是否逐步取代了旧观念。3、具体目标设定与行动验证。设定日常可达成的小目标，这些目标可以是你曾因内心定义而退缩的事情，如主动与同事交流，勇敢发表意见。每次完成目标后，详细记录过程与成果，并自我奖励以强化新定义。定期检视行动记录，找出进步与不足，调整策略，确保每一步都在稳步迈向新自我。4、与他人的互动与支持。找到一位可信赖的朋友或加入心灵成长社群，定期分享你的内在转化经验与感受。真诚的对话能帮助你从不同角度认识自己，也能从他人的故事中获取启发。鼓励彼此记录并反思那些小小的进步，让互相支持成为你持续改变的动力来源。道德经和报之木，生于毫末，9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意思是，每一个伟大的成就都始于微小而持续的努力。这句话提醒你，不必急于求成，每一个细微的改变都是通往全新自我的坚实步伐。正是这些累积的小步伐，最终会在你身上汇聚成改变命运的巨大力量。当你在生活中开始实践这些步骤，你会发现，曾经那无法摆脱的痛苦与失望，渐渐被全新的自我认定所取代。举例来说，一位在职场上常觉得自己不被重视的员工，起初总是默默忍受批评与忽略。然而，当他开始每天静心冥想，记录自己的情绪，并勇敢地将我值得被认可这一认定内化时，他逐步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模式。从前在会议中沉默寡言的他，如今开始主动发言，并以实际行动展现自己的能力。随着时间推移，不仅上司对他的评价有所改变，同事们也开始积极与他合作，他的事业轨迹因而焕然一新。道德经直大象，天下往。这代表住，只要你牢牢抓住内在本质的真谛，坚定地认定自己拥有无限可能，外在世界必会自然而然地回应你的这份信念。这句话在提醒你，真正的改变来自于内心的觉醒。当你改变了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世界也会随之更新，回应那个全新的你。王阳明的心学中，知行合一，与致良知，蕴含着极深的智慧。当你在认知层面上认定自己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同时在行动上不断实践这份认定，便能真正实现内外一致。换句话说，只有当你的思想与行动达成一致，才能彻底改变那些根深蒂固的负面信念。这正是你走向自我显化的重要一环，让你从内心重构自己，并以全新的姿态迎向生活。内在认定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日积月累的坚持与反复练习。每一次你静下心来反思，每一次你对着镜子坚定自语，都在无形中为你铺设出一条通往全新自我的道路。当你把这些看似微小的努力连结起来，最终便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改变力量。那些曾让你痛苦的经历，不再是困境，而成为促使你成长、进步的重要契机。你将逐步发现，当你改变了内在认定，整个世界也会以全新的剧本来回应你的这份决定。道德经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这一思是，真正的智慧与力量往往隐藏在看似朴实无华之中，也提醒你不必追求外在的华丽与过度矫饰，只需真诚地面对自我，以最自然的方式展现内心的定义。那些积累的小改变最终会引领你走向不可阻挡的未来。当你开始意识到身边每一个人的言行都在无形中反映着你对自己的定义时，你便有机会从根本上重塑自我。这条从内而外的转化之路，你可以每天以静心、记录、反思与实践为工具，逐步摒弃那些负面的自我认定，并用全新的信念替代。每一次静坐冥想，每一篇细腻的日记，每一个勇敢的行动，都在无声中构筑出属于你全新的剧本。当你最终学会无温柔而坚定的态度重新定义自己，世界也会因你的这份改变而逐渐展现出你渴望的丰盛与美好。道德经直大象，天下往。这一思是，只要你牢牢抓住事物的本质，坚定地认定自己拥有无限可能，外在世界必然会以你所期待的方式改变。正是提醒你，
改变始于内心的觉醒与重新认定。当你真正从内而外地转化自我，未来将因你的坚定而展现出无限的可能。当你走过这段从自我觉察到全新认定的旅程后，那些曾让你感到受伤与失望的往事，也只是旧有信念的倒影。如今，你已经学会用温柔而坚定的态度重新定义自己，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在推动你走向更丰盛的人生。未来的路上，你将不再被旧有观念束缚，而是以全新的姿态迎向生活中所有美好的可能。记得按赞、加订阅、加分享，我们一同在这条显化自我、迎向全新剧本的道路上互相支持，共创属于我们的美好未来。